嗨，各位喜欢底片视频的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手上这台 Konica Hesa AF 的使用方式。那 Konica Hesa AF 呢，是1993年呢由 Konica 公司这个所生产制造的一台我不能称它叫轻便型啊，你看我这一点也不轻便嘛，对哦，就是全自动的这个怎么讲傻瓜相机这样讲好了，但是它不是普通的傻瓜相机，因为它有给一些怎么讲比较专业的功能，它可以自己调光圈跟快门，这样讲好了，就你可以自己控制曝光，然后也可以全自动了。那它的第一代呢出来，其实这个相机的生产时间算蛮长的哦，从这个93年出来，一路到97、98年哦，甚至是2000年以前，其实你都还是可以买到全新的相机。那这个第一代呢，它是黑色的，好，那后来到第一代是93年、97年，也就是过了4年之后，它就生产了这个新款的，它把它做成银色的这样子，好，所以不管你手上的是黑色的或是银色的哦，那你想知道说怎么使用它，你找到这个影片嘛，对不对？好，可以把它拿出来，等一下跟着我们一起走一遍这样子。如果你是在找一台这个傻瓜相机，好，然后你找到这个影片，对不对？或者是你是我们本来的这个频道的朋友，好，有在关注的，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想要找一个说这个相机适不适合你用啊，对不对？看一下说我们整个的操作使用流程，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相机会不会蛮符合你的啦，好，或者是有一些对跟你想法有出入的，好，这样子，好不好？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怎么正式进入怎么使用这台相机哦。好，那因为它是一台全自动的，可以全自动的，好，怎么样也可以手动光圈快门嘛。但无论如何，它就是要装电池，好，它是一台需要电池才能够这个拍摄的相机，好，那它使用的是一颗的这个2CR5的电池，要取出它的电池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好，我建议呢，你就把它这样反着拿，不管你有没有这个相机背带，如果有，你把它背过你的肩膀，好，脖子这样子，对不对？好，那但是一定要反着拿，为什么呢？你需要一个1块或5块，在这个手把的这边，好，把它转一下，好，因为啊，如果你里面本来就有电池的话，它是会被弹开的。好，这个盖子跟机身本身没有连接在一起。它会被弹开，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哦。如果是在户外拍照，请你不要站在什么水沟旁边，还是任何有沟槽会掉到水沟里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好吗？要很小心。如果在室外要换这个电池啊，我建议啊，你找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好吧，有桌子的地方，好，慢慢的换，对不对？好啊，如果在家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好啊，这2CR5因为有防呆，我就不多说了。正极朝下就把它放下去，如果你放不进去，那就是方向不对，转一下哦。然后呢，要把盖子盖回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它不是直接盖这样子，它是这里，就是你要有一点点这样子把它扣住，然后呢，你会需要刚才的这个1块或5块钱，就是把它压一下，你看这样子把它压一下，然后再转一下，确定它是平的，这样子再把它反过来 ，OK， 好，那怎么开机呢？我们装完电池，我们来开机，看一下你的相机。如果你已经买了，把它拿出来，我们来看看说这个相机是好的坏，对不对？好，就把它转到这个 P， 好，这个相机呢，它给我们3种曝光模式，第一个是 P 模式，也就是全自动模式。第二个呢是 A 模式，光圈先决模式。第三个是 M 模式，就是全手动模式。好，我现在讲的是曝光的模式。那它自动对焦，它也可以用手动对焦。好，这个相机很好玩。我现在讲一个东西，如果你听得懂的话，那你应该跟我一样5、6年级的朋友，好不好？那就好不好？听看哈。这个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有听过这个吗？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好，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你听得懂的，好不好？加一下哈。这个就是以前这个任天堂红白机里面有一款游戏叫做这个魂斗罗，对不对？好，有人有听过无啦？魂斗罗哈，然后对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哈，很容易挂掉，好不好？那个一出来可能啪啪啪就挂掉了，所以呢，它有一个密码，这个卡带嘛，红白机卡带一插下去，你就手赶快按那个
我刚刚讲的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好不好？好，你看到我现在都几岁，我还记得这个东西，对不对？好，就像那个超级玛丽要去踩那个怎么讲阶梯上的乌龟可以得100条命的意思是一样的。OK， 好，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这台相机呢，跟这个很多任天堂的游戏是一样的，它有这个神秘的这个怎么讲？组合键，会出现一些特殊功能，这样好不好？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记住这些组合键，没有关系，因为我也没记住，好吗？我等一下尽量的介绍给大家啦，没有尽量的话，我会这边放一个这个，好不好？就是对它的这个 menu 然后你可以这个定格，好不好？然后这个把影片怎么样？就是定格之后这个截图下来，好不好？对，就是它有一些这个你要记一下的，那当然有一些是比较不会用到，有些是经常性会用到，我们等一下会讲了。我就直接先讲一个最常用到的，也是我觉得这台相机很厉害的一个功能，这样好不好？就是它有一个静音自动对焦模式。我们现在听一下没有静音是怎么样好了，好不好？没有静音就是这样，这个声音。其实也蛮小声的，对不对？好，怎么样开启那个静音自动对焦模式呢？就是在它的机顶有一个 MF 这个小小的黑黑的钮，有没有？你就用你的拇指啊，左手或食指啊，你方便就好，就把它按住，然后呢，就把这个开关开到 P 模式，它的这个 LED 荧幕上面就会显示一个 L， 一瞬间而已 L，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一样有在按快门释放钮，它的这个对焦钮，你看它的对焦就变得很小声，对不对？而且它不只是对焦变得很小声，你看我现在先把它关机，因为你关机重开，它就恢复原本的模式了，然后呢，我就对着这个相机对焦，有没有发现？再一次1、2、3，第一，它对焦非常的快，第二，拍完之后它会马上的过片，所以你会听到一个过片的声音。再一次1、2、3，有没有？好，可是如果我现在开启这个静音模式，把 MF 按下去，然后开到 P， 对不对？好，等它出现那个 L， 你再把 MF 放掉，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已经对焦咯，没声音，对不对？好，我按快门咯，1、2、3，它没有过片它没有过片好，然后什么时候会过片呢？就是我放开这个。它连过片都非常的小声 ，OK， 所以呢，这个静音模式是不只是自动对焦静音，虽然说它的英文是告诉你说是 Silent AF Mode， 但事实上它是连过片都非常的静音，而且它是会等你放开这个快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街拍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东西，比方说你在拍一个动物，一只猫，这些猫啊狗啊，其实它不会被你的这个镜头对焦吓到。它会被这个过片的声音吓到，很多相机的那个自动过片声音非常大声，对不对？所以这个功能呢就会非常的好用。如果你是在街拍的话，好，那等一下我会讲到其他的这个组合键，好吧？我们先回到这边来。所以刚刚讲的是 P 模式，然后呢这个全自动的，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 A 模式 ，A 模式就是光圈先决模式，你可以自动自己控制光圈在这个转盘上面。这一台相机在我手上已经快20年有了吧。所以呢上面的这个字啊被我磨的都差不多了，我超想去美术社买那种转印字来帮它转印一下，因为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常会用到的一个模式，光圈模式在这台相机上面是非常的好用，那 M 模式呢，其实是我最少会用到的模式，但是呢，怎么控制呢？就是你的光圈环在这边，你可以转，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动这个快门的话，就是这2个钮去控制它。好，当初我会得到这台相机，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卖给我的，那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在摄影上面认识的，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部落格的时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看部落格啦，就是无名小站啊，有没有这个雅虎奇摩部落格啊？那都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对，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朋友，这样子。那他呢，跟我那时候我们就是拿徕卡相机在路上拍照的。有一天呢，他就跑来找我，他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相机，
本来想说会很好用哦，但是后来发现很难用，想把它卖掉这样子哦。他大概在暗示我要卖给我，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对哈。但是我就想说，他应该他就是你平常在用徕卡相机的人，你会买一台这个傻瓜相机会是个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好，所以他就拿了这个出来给我看。好，那说实在话，他那时候一拿出来，我一看。这个相机的外观哦，并没有特别的让我有什么想买的感觉啦，吼，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它是怎样不好用？哦，他就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了一下这台相机的特色，厉害在哪里这样子，吼。但是呢，他觉得有2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哦，我说哪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这个要讲的，好，这个 M 模式，它的快门啊，最快只有250分之一秒，哦。然后呢，这是不是很奇怪？就是怎么会有一台全自动的傻瓜相机，快门只做到295分这样？它不是一台很老的相机耶。我的意思说，它是90年代的相机。90年代有很多的单眼相机都已经做到2000分之一秒，甚至是4000分之一秒都有可能了。可是作为一台傻瓜相机轻便型相机，居然只做到250分之一秒，最快哦的快门，好，是不是很奇怪？好，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焦方式，好，它是一个红外线的对焦方式，好，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呢，我们最近一系列介绍了很多哦，关于这个怎么讲轻便型相机自动的哦，70年代的，比方说这个 Hexa，不是 Hexa，Minolta High-Matic AF 哦，或 AF2、FD，对不对？Konica C35 AF 这一类的哦，或是 Fujica 的 AF 哦。就是 Flash AF，这个都是怎么讲自动相机的先驱者，好，这个已经是它的继任者了，你知道吗？好，所以这个他们其实全部都是红外线对焦的，这一台相机也不例外。那红外线对焦有什么问题呢？各位，如果你是正常平常这样在拍摄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我刚刚讲，我们是在路上街拍的人。街拍你最常会遇到什么？你就是会遇到玻璃，为什么？橱窗，或者是你在咖啡店里面，或者是在车子里面，你要往窗户外面拍，对不对？这个相机啊，红外线对焦的原理就是它有一个红外线发射器在这边，会有一个红外线接收器在这边，发射器会发射出这一道红外线，对不对？这个打到要拍的东西的时候会折射回来嘛，这个时候它就会算出它的距离，在很短的一瞬间之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咖啡店内，你要往户外拍，有一块玻璃，你就会对焦对到那块玻璃，因为玻璃就会挡住这个红外线，你不会对到外面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们在拍照的人其实是会有一些困扰的，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他说这2个，其实我一听的时候我也讲啊。怎么会有一个相机公司这么奇怪？那当时我想说，那这应该是一台很便宜的相机吧？结果他跟我讲这台相机的价钱的时候，我整个不太敢相信。各位，如果你已经买了，你大概就知道多少钱了嘛。如果你还没买的话，好吧，你自己 Google 一下，看一下说这个东西现在的二手行情价大概是多少？那10几20年前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钱，超级贵的，好吗？就是它比一台徕卡的傻瓜相机还贵了。OK， 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想说，这好像不是什么很好的相机，它怎么那么贵，对不对？而且它还没有比较小台啊，它也没有什么，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重点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它，所以我也没特别讲什么然后后来我这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帮你看看会不会有人想要找这一类的东西，我再跟你讲这样子。后来他就回去了那不久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设计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好像知道说到底为什么它是250分之一秒，然后它又是红外线对焦，它这个设计听起来就是为了某件事情存在的而且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常常在做的事所以会不会蛮适合我的嘞？就中毒了，你知道吗？马上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来卖我这样子，所以在现在在我手上非常久的时间，本来啊，你在网络上找到所有的这些缺点到了我手上全部变优点了，因为我突然知道说，这东西怎么用，这个相机在我手上拍的非常非常多的底片，所以我可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些这个使用上的这个怎么讲 paper 啦，那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如果你是现在还没有这台相机，好不好？你正想买的啦，
像我这台相机也是，好，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有一天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好不好？躺到这个棺木里面的棺材里面的，好，这个就请你把它放进去，这一台就请你帮我放进去，跟着我一起离开。好，那听到这边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爱这台相机？好，还是对不对？好，当陪葬品这样，对不对？好，不是啊，应该说好的相机叫做传家之宝啊，我应该把它传世嘛，我怎么会把它烧掉嘞？对不对？让家里面这个世界上不是少了一台嘛？对啊，不是。好，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像我手上这台啊，第一我会称它叫夜的相机。好，我们的标题我就这样写好了，夜的相机就是晚上在用的相机。第二个啊，这个叫做什么相机？叫做会冬眠的相机。你有没有听过会冬眠的相机？我这台会冬眠好，就是大概十几年了，用了十几年后的某一天呢，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怎么挂掉了？就我装了全新的电子怎样，它还打不开机了，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哦，然后我就以为它被我用坏了，你知道吗？就放回去防潮箱。到了夏天的某一天，我想要拿，天气比较热，拿出来，它又好了。哦，然后天气变冷，它又坏了。哦，天气变热，它又好，所以我这台有这个效果，你知道吗？就是它会随着这个气温改变而开机跟不开机。哦，所以我一直说，这样懂了吗？我怎么可以把一台会冬眠的相机卖给人家呢？所以它势必要跟着我离开这个世界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嘛。OK， 好，所以你在买这台相机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很注意，好不好？跟卖你的朋友好好的确认一下，所以他的相机是不是就是开机关机什么各方面非常正常。OK， 好，所以像我现在为什么可以录这个影片？好，因为今天天气也比较温暖了嘛，好，所以它又好了。好，所以我现在开机都有点怕的，然后等一下录到一半突然不能开怎么办？对不对？好，所以 OK， 好，所以如果你是在找这个相机，要注意一下，问一下对方这样子。好，刚刚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我怎么手上拿到相机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刚刚有介绍到这个怎么讲？这个静音模式。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模式怎么使用好了。先讲一下，我直接讲我的心得啦。我说为什么那时候我突然想通了，说这个相机是做什么用的？各位你想想看，怎么会有一台相机125分之一秒呢？在90年代呢，对不对？好，250分之一秒，就是它最快就是250分之一秒。你想要500分之一秒啊，什么都不行。各位，这台相机有另外一个这个昵称啊，叫 Leica Killer， 好不好？什么叫 Leica Killer 呢？因为徕卡有一颗镜头叫8枚域，35mm 光圈2。还有一颗叫做7枚域。我个人的体会啦，它所谓的 Leica Killer 应该是针对那个7枚域啦，就是呢这一颗镜头的品质跟那一颗7枚域是可以相当的。怎么样相当呢？就是当光圈全开的时候，它的画质非常的好。很多的相机的镜头，包括单眼光圈1.4、光圈2什么的啊，你把它开到最大光圈它的这个画质通常都不是最好的可是徕卡的这个8枚域、7枚域，其实光圈开到2都还不错。这一颗镜头你是直接可以光圈全开没问题的所以它叫Leica Killer， 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Leica Killer 的相机，就是徕卡杀手相机，这个快门只做到250分之一秒呢？对不对？然后光圈最大是2。然后呢，红外线，这3个东西组合起来，你有没有听出一个什么？我刚刚讲说，好像蛮适合我的事情的。因为我那时候啊，整天就是晚上在外面拍照。应该这样讲这个街拍啊，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大部分的朋友，如果你有在上班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拿个相机出去拍照？有没有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说，明天台风要来，我们相机准备好，赶快去拍照？有人会这样讲吗？应该不会吧？还是有人跟你说，我跟你讲今天3更半夜，外面黑麻麻的，我们拿相机出去拍照？应该不会吧？我是说底片机，应该不会吧？对不对？大部分的人不都是在晴天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拍照嘛？而且最好是白天，对不对？光线充足嘛，对不对？可是呢，当那些光线充足的照片你拍到腻了，拍到想吐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开始想要拍一些光线比较不足，像这种室内昏暗场景的照片。OK， 所以那时候
我就常常是晚上3更半夜在西门町啊晃啊晃啊那边拍照这样子。好，那你就会需要几种功能。第一个，你的光圈，相机的光圈镜头可以开到越大越好。然后呢，要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光圈开大，但是呢画质还要好，这第一个。对，好，那既然是在昏暗的时候拍照，那快门快不快就不重要了。OK， 所以250分之1秒也够了，对不对？至于这个红外线对焦的事情，那更棒了。超级棒的单眼相机跟有一些不是这样子对焦的自动相机完全没办法比。各位，红外线对焦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红外线对焦就是不用光它也可以对焦。单眼相机，你的数位单眼或是底片单眼一定都要有光线，它才有办法对焦。不相信你就把整个房间灯都关起来，看看你的相机有没有办法拍到东西，对焦到正确对焦到东西，会非常困难哦，对焦速度会变慢。可是这台相机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把它对着亮的地方对焦，对着暗的地方对焦，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它是用红外线在对焦的。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好不好，头脑我的电脑算一算说，这根本就是一台晚上在用的相机嘛，超级适合晚上拍照用的啊，对不对？好，所以但是当然你说会打到玻璃反射回来，没有办法拍到橱窗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在室内要拍到户外，一样会被玻璃挡到。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相机它有做一些就是功能让你可以突破这些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一个蛮适合晚上这个夜拍啦的相机，这样讲好了，街景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立体，而且它的曝光很准如果你已经买到这个相机了，你可以去买一卷正片，好吧，幻灯片把它装进去，因为幻灯片需要非常好的这个怎么讲测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拍照的场景各种各式各样，相机不会知道啊，对不对？那你把它调到 P 模式叫全自动，正片装进去，它哪知道你在拍什么，对不对？可是这台相机就是很厉害，你正片装进去，随便你怎么拍，你会发现，怎么曝光出来都是对的，所以，对，那我刚刚讲嘛，晚上拍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要可以自己调 ISO，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很多傻瓜相机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就是你底片装进去多少就是多少，然后还可以让你自己调的，对不对？可是它可以，它让你可以自己调 ISO。所以你就可以增感显影，就是比方说我装400度的底片，可是我把这个 ISO 值调到1600度，甚至3200度，然后呢拿去冲洗的时候，跟老板讲说，嘿，我要冲成这个增感显影到多少？至于增感显影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影片就在讲这个，我会把它留在我们的这个文字叙述区，连结，那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子，所以这个好不好？不小心就把这个相机的功能特色就我喜欢的部分跟大家讲了一下好，再回到这个使用上面，刚刚在讲的嘛就是这个 P 模式全自动，然后怎么样用这个怎么样这个刚刚讲叫做静音自动对焦模式，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组合键？刚刚讲这叫什么？这个上上下下左右 AB 嘛，对不对？那除了静音模式是我最常用的，我绝对不会忘记的，好不好？其他的功能其实我都忘记了，但是不用怕，我刚刚讲嘛，我会给大家一个这个，好吧？一个这个使用说明在这边，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使用说明的话，不用担心，因为它组合键很简单，你只要先想好说你要的 P 模式、A 模式还是 M 模式，那 P 模式的时候，你如果按住 MF 一转的话，转到 P 的话，它是刚刚的静音模式嘛，对不对？好，现在你可以先把它开到 P 模式，就你打开机，你把它开到 P 模式，然后你就按一下这个 MF， 你就会看到，它怎么显示一个999，你就按一下999，什么意思呢？就是呢，直接帮你拍无限远。OK， 所以它可以自动对焦，但是它也可以手动对焦。可是它可以帮你快速的直接无限远对焦。好，什么叫无限远呢？如果你是要拍远方的山，超过10米以外的，或者是天空的云，或是天上有一台飞机，你突然想要拍它，对不对？
那种画面都是，尤其是天上的飞机，或是有一只鸟很小只，你要对着它对焦都不是那么容易哦，因为尤其天空那么大，鸟那么小，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这个 MF，OK，它就会马上出现一个999，好吧，999纯金哦，所以它就是可以这个直接无限远对焦。你这个时候拍的时候，对不对？它就不会对焦咯，你直接按下去，它就拍了。好，而且它不会恢复到就是怎么讲可以对焦的状态哦。好，你要再按一次 MF， 你就会看到它又写了一个 AF。好，这是它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呢，如果你想要自己调整这个怎么讲？这个加减 EV 值，好，就是你一样把它转到 P， 然后呢，这2颗钮就是可以让你加减这个曝光值，就是我想要亮一点，或者是我想要暗一点的时候，好，你就可以按这2颗。那这个加减曝光值呢，在 A 模式也是一样，你把它转到 A 模式，你按这2颗，你会发现是一样的，好，它就是会调整这个 EV 值。好，再来，如果你按一下这个 Select， 按住它，好，在 P 模式的时候按住它，然后啊，重来一下哦，先转到 P 模式，这边有一颗 Select， 你把它按住，不要放，它会出现一个数字，比方说我现在出现的是1/60L，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可以用这2个钮去控制它，好，比方说你往另外一边就变30L， 或者是15、30L， 好，这很重要哦。如果你刚刚拿到这台相机，你可能要赶快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啊，这个 P 模式它是全自动，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善的东西，就是呢防手震，它帮你让你自己可以选择说我的最低快门到什么限度 ，OK？ 所以刚才那个1/60是什么？就60分之1秒啦，意思就是说，你用 P 模式，它不是会自动帮你找光圈跟快门吗？对不对？它最低的快门就会是1/60秒 ，OK？ 然后它会用光圈去跟它搭配，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拍会动来动去的画面，就是东西有晃动的画面，你可以把它调成1/15。如果你比较不希望这个 P 模式呢，会就是在比较昏暗的时候，会去拍到这种晃动的画面，那你就把它调到1/30或者1/60。好，基本上1/60秒你不太怕会手震晃动。哦，1/30秒还是会，所以你可能拍的时候要屏住呼吸，再按快门，这个我们等一下大概会讲到。哦，那尤其是1/15秒，你可能一定要脚架了。OK， 我现在在讲的是 P 模式的最低的这个快门，好，你可以自己设定。再讲的时候，调到 P Select 按住，然后呢出现那个数字的时候，赶快按。好，按到你要的那个数字，我看一下，对，它可以到1/4秒，好，从1/4秒到1/60秒，你自己去选择，好，那我呢会把它设定在哪里？我会把它设定在1/15秒，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希望更慢的快门，那我就用 M 模式或用 A 模式就好了，好，因为 A 模式的时候它不会有这个限制，就是你的光圈调到哪，多低就多低。多高就多高，快门多高就多高，多低就多低。好，这个是 P 模式的组合键。好，所以刚这个就是怎么讲，那个快门的最低快门的设定这样子。好，这几个就是我们会比较常用的东西。然后呢，看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要组合键。好，有了，来，在 P 模式的时候，如果你按一下 MF， 刚才不是会无限远，对不对？然后再按一下就会 AF， 对吧？好，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锁定焦段，锁定焦距，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讲嘛，比方说我现在要拍橱窗里的人，橱窗里的东西，对不对？透过一个镜子玻璃好了，那我如果对着它用自动对焦，它是不是就只会对焦到这一片玻璃，对吧？好，可是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可以看一下说，比方说我跟这一块玻璃的距离，跟这一块玻璃跟我要拍的东西的距离，好，我们找一个比较均衡的距离，然后呢，我就对着它，
对焦，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就对到这一块玻璃了？对不对？好，我可以锁定这个对焦，怎么做呢？就是半按快门还没放开的情况下，按一下这个 MF， 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它锁定了。你看，我现在按它不会再对焦了，它锁定在这一块我前面的这一块玻璃上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再往前走，这个胶会跟着跑的嘛，了解吗？好，我再弄一次给你看哦。我先把它转到 P， 假设这是一块玻璃，这是我的相机，这边有个东西是我们要拍的，对不对？好，我现在对焦一定是对到这一块玻璃嘛，对不对？我现在对焦一定是对到这一块玻璃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就按一下这个，就手不要放哦，按一下这个 MF， 按一下，它就锁定了。再一次，因为我按错了，好，锁定了。你看它不会再对焦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因为这一块玻璃跟它的距离是不是跟我这样子是均衡的？我就往前走到这里啊，按下去我就拍到它了。好，这需要怎么讲？动一点脑筋 ，OK？ 好，你可以自己动一点脑筋，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对，就是距离的问题。好，所以这是它一个可以锁定对焦距离的方式。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好，就是不一定是玻璃啦，有时候是比方说，我就想要今天拍的整卷照片都是某一个距离，对，但是我不会估焦。我不会自己估计焦距，那我就找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距离，先对它对焦，开机对它对焦，然后呢按一下这个 MF， 好，它告诉我就1.4米啊，就我今天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距离这个距离在拍，这个对街拍的人超好用。如果你现在觉得我在讲的话叫做外星人、火星话的话，你就带着这个相机上街头去拍，然后你用我刚刚讲的方式。就是呢，你先设定一个你要拍照的距离，这36张全部都用同一个距离拍，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先设定一下，然后按一下，好，设定住了，每一张都是这个距离拍，你拍出来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好，因为这个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才会知道这个功能有多好用。它等同于一个手动对焦的镜头，然后都不对焦了，就是固定的。但是呢，通常我们还需要估焦，它不用，它可以自动帮你找得到，因为你就利用它的自动对焦嘛，对不对？好，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自己调你要的距离，等同于估焦。这个怎么做呢？就是按住 MF， 重来，开到 P， 按住这个 MF， 它会出现999，不要理它，就继续按着，然后就动这个。你就可以开始动这2颗，转到你就是让它跑到你要的距离。比方说我要好，我这边现在是3米，有没有？3.0就是3米这样子，好，这样子调到你要的那个数字，好，等同于估焦。所以呢，它就会，你看它没有对焦了。我现在半按快门，它没有对焦的声音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用估焦的方式 ，OK？ 所以这个也可以解决刚才那个玻璃的问题，你就是把它当一台估焦的相机在用。好，所以红外线对焦的问题解决了，甚至它超越了刚才讲的70年代的那些这个傻瓜相机。对，80年代啦，说错了，80年代的全自动的那些傻瓜相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调这件事啊。Himatic AF、Himatic、Konica C35AF 全部都是红外线对焦，他们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就是调整焦距这样子，好，所以以上这3个是就是调整焦距的部分，再加上刚刚那个就是静音模式，这个就是我们最常会用到的。好，其他几个模式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好不好？大家看一下那个表格上面，因为这组合键其实我也没有完全能够记得下来。我老实讲，我最常用的就是 Silent Mode， 还有刚刚那一个就是会记住你要拍的，这个怎么讲？然后还有一个就 ISO， 你可以看一下 ISO 要怎么自己调，这样子，应该是 A 模式吧？对，没错，你看我记起来了，就是
因为其实很简单，你就乱按就好了，那组合键嘛。A 模式，好，然后按住这个 Select， 给它按住不要放，它就会出现 ISO 了，你就可以调出你要的 ISO 了。OK， 比方说现在我装了一个400度的底片，然后我看它最高可以调到，哇哦，3200、6400，它可以调到6400 DPI。好，然后呢，当然记得哦，如果你是这样增感的话，那你就要跟这个帮你冲片的人讲一下说，嘿，我有增感，好，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冲出来的底片会非常的曝光不足哦。对，什么是增感？好吧，就记得看一下这个好文字叙述区，我有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好，怎么装底片？一样这样拿的相机，好，在这边有一个把它拨开，然后转一下，好，打开，对不对？哦，这个底片呢，就是这样子放，头朝下的放进去，头朝下放进去，好，放进去以后呢，拉到这边来，在这里它有一个记号，好，就是它没有颜色的，它是一个怎么样？就像差不多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然后就把它盖起来。盖起来之后，你只要一开机，有没有？它就卷过去了。好，这时候你要注意哦，它会侦测到 ISO 值，而且它会显示第一张。哦，如果你看到的是它没有显示第一张，它显示0，那代表你刚才没装好，打开重装就好了。好，装完底片之后怎么拍摄呢？非常简单，你就选择你想要的模式。如果你要 P 模式全自动，对不对？你要 A 模式，那你等一下就要自己决定光圈。好，那如果你要这个 M 模式呢，那你就光圈是这个环，这个转盘在这里，那快门是靠这2颗钮。OK， 好，对，找到你要的组合这样子。好，那一般来讲用这个，我真的建议好吧，你就用 P 模式或 A 模式就好了。好，那转到 P 模式，对不对？好，怎么拍摄呢？就是拿起来，像我这样拿，好，夹紧，然后呢，对着你要拍摄的东西，在它的中间有个十字，它就是用那个地方在对焦的，就对着它，好，然后呢，右下角会有个绿色灯亮了，那就是你对到焦了，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观景窗里面呢，它有这个怎么讲？这个构图的修正，哦，它是这个怎么讲？半透明的4条线，好，那其中这2条线会跟着动的，所以越近当然画面就会越往这边跑，好，因为我们这种相机镜头跟观景窗是分开的，会有视差嘛，对，它有一个视差补正啊，这样讲好了，好，所以你就这样拿着轻轻按，然后呢，对完焦之后，对不对？请你重新构图，然后再给它按下去，就拍完了。OK， 它都全自动的，就自动过片，好，所以这个到这边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再跟大家讲的，唯一就是请你拿相机一定要拿稳，好，尽量不要这样拿，好，不要这样拿，就这样拿，好，那我都会跟大家讲了，练习用右眼去对焦，好，那如果是直的拍，你可以这样拿，好，用左眼对焦这样子，好，就是想办法把你自己就是怎么讲最稳定、最稳固的方式拿相机这样子。好，那它有一个 self， 这个 self 是什么呢？这个 self 就是自拍的功能。好，你一按下去哦，它就是一个快门钮、对焦钮了。你看它已经开始了，有没有？好，这样了解吗？就说如果你要用自拍模式，你不需要按这个怎么讲快门钮了，你直接按这一颗 self。按的同时，它就对焦了，然后呢，它也会帮你怎么讲，就开始计时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对错焦，有可能啊，因为它是用中间在对焦的，结果你要拍的东西又不是在正中间，对不对？怎么办？你就会需要刚才那个锁定的功能了，有没有？所以这2个东西你要花点头脑想一下的，组合使用，好，听有我在讲啥？好。比方说，我今天要拍一个人，我想把它放在画面的这里好了，对不对？好啊，可是我如果现在直接中间对着它才能对焦嘛，按这个自拍钮，它不就只能在中间了吗？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就要再移开？对，那这个动作会怎么样？会手忙脚乱，你知道吗？
按了赶快移开，有没有放在脚架上嘛？对不对？好，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就对它对焦，对完焦之后，对不对？移回来你要的构图，好，然后呢按一下这个 MF， 有没有？它锁定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再按这个自拍，好，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影片你不要觉得。好吧，这傻瓜相机有什么好拍影片介绍的，对不对？当然有啊，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长期使用的经验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你分享。OK， 好，所以这是一个如果是自拍的部分了。好，大家讲好，拍完了它就会全部自动帮你卷回去。你的底片是几张，它就会帮你拍到几张卷回去，对不对？如果像我一样中途要拿出来，请你拿一支笔，不要学我，这个太尖锐了。但是我现在手边没有笔，这边有一个 R， 就直接给它戳一下，对吗？它就全部卷回去了。好，然后呢，对，到0，把它打开，取出来，就可以拿去冲洗了。OK， 如果你要再继续拍，你就再拿一卷新的装进去，重复刚才说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对，好，我希望这个你拿到的相机，是这个，好不好？身体健康，头好壮壮的，不要像我是什么冬眠相机，太奇怪了，好不好？那我现在看到，不错，就是又开始运行了，我就知道，好，最近我要开始拿出来狂拍啦，对，我都是趁它好的时候赶快狂拍，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对，拍到这个冬天来了，它又要去冬眠了，好，对，那它有内建遮光罩啦，这样拉起来，没有用的时候就把它压回去啊。注意哦，就是因为它这个怎么讲会这样咔咔咔的所以你放的时候可能就是好吧，就是慢慢的把它推回去它这里面有绒布了这样才不会歪掉这样子好，应该大概是这样啊。对了，刚刚讲它很省电，因为它的电池2CR5呢，就是只 for 这个相机的运作，对，没有闪光灯的部分，因为它没有内建闪灯嘛，所以它会需要一个外接闪灯，它可以接任何的外接闪灯都没有问题，你要接复古型的啦，什么什么，甚至你要接这个棚灯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原厂呢，它是有一个闪光灯的，就是这一颗型号叫什么 HX14 Auto， 装上去就这样子。那这个原厂的闪灯有什么好处呢？这原厂的闪灯呢，它这很好玩，它这一颗闪灯你也可以把它装在别的相机上用，没问题。它有 A 模式，你把它转到 A 模式，你就看它后面它就有告诉你，就这个 ISO 100的话，你把它开到光圈4。ISO 400的话，把它开到光圈8，就是如果你是就是别的相机要用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台相机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 P 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一颗闪灯，你可以把它转到 P， 就是曝光模式转到 P，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闪灯后面有一个开关嘛，你把它转到 P Full。什么叫 P Full？ 就是那个 Full 的意思是不是火力全开的 Full 是完全的自动。OK， 所以你就连光圈都不用管它了，因为它就是让相机去调的，这样了解吗？好，然后呢，开机之后你要看到这个橘色的灯亮了，好吗？它才是可以闪所以如果你同时也买到这一颗闪灯，记得一件事情，电池先装进去，然后呢，它装的是这个3号电池2颗你电池装进去之后，你先打开一下，看它那个橘色的灯会不会亮 ？OK， 如果它的橘色的灯，你看我现在很快就亮了吧，对吧？代表这个是健康的闪光灯。如果它没有这么快亮，你可能就要像我别的影片在教的你可能要把它打开一阵子让它这个因为可能有点久没有用了，它的回电会比较慢，对不对？你就装个电池进去，然后打开一下让它怎么讲，先充饱电，再开始使用，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是蛮好用的闪光灯因为如果搭配它直接用 P 模式，你就全自动如果你用 A 模式可不可以？可以，就是我是说闪光灯你就把它转到最右边的 A， 然后就听它的，它就跟你讲了嘛，100度开到光圈4，
400度开到光圈8，所以你的相机就要用这个 A 模式去拍，好，然后对，跟着它调光圈，好，如果你要用闪光灯的话，这个打出来非常的漂亮，好。大概是这样子啦。那如果这个使用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是到这个我们的 IG 好。那如果你这个刚刚买到相机，或从家里面找到，我觉得如果你从家里面找到这台，真的恭喜你哦，因为这台超贵的，好吗？别人要花好几万去买的，对不对？好，然后你居然从家里面找到，超幸运的，好，这样有积德啦，好，然后呢，看着我们影片好不好？这个拍出一些不错的照片，好，欢迎到 IG 跟我分享。最近分享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好不好？前一阵子到处都在下雨，对不对？好像很多人这个停止底片拍摄，对不对？好，好像天气最近又变好咯，可以开始拍照啦，对不对？好，有拍到不错的，好不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对不对？好，那任何其他这个跟摄影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IG 来问，好。那这个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可以帮我们的按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如果有朋友呢想要这个好不好进入底片摄影的世界，就可以给他推坑一下，把这个影片介绍给他，或者是我们的频道介绍给他。这一台相机，适不适合新手入门呢？我跟你说当然非常适合，但问题是因为它的价钱真的有点高。而且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讲会有这个冬眠的问题，好吗？好，所以甚至有的人不是冬眠的，甚至有人是永远眠，好吧？买回去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对不对？都有可能，好不好？所以呢，这个买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好吧？提醒大家，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谢谢，拜拜。